初瑶，你这只算账的右手已经废了，连同你这副倒人胃口的尊容，还死攥着云家主母的印玺做什么？你就在这柴房安心养病，你倾尽家产为我铺的路，我会替你走下去。状元庆功宴，我竟然回到了他高中的这一天。姐姐，你怎么出汗了？苏婉如，前世我倾尽财力攻陆云团高中，他却纵容你这个外室用一碗补汤毁我容貌，废我右手。今日是云州哥哥高中的大喜之日，婉如亲手熬了2碗血燕羹，这一碗给云州哥哥，这一碗给姐姐。姐姐能容下婉如，喝了这碗汤，这状元府的喜气才算圆满。初瑶，这是婉如一片心意，把汤喝了吧。这碗汤里加了极毒的化骨散，专毁人筋骨皮肉。夫君说的是，不过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今日是你我大喜，不如我们互换碗盏品尝，寓意着你中我，我中有你，往后才能长长久久。好一个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初瑶果然识大体。夫君，长久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长久到哪一步。呀，怎么这么快就把羹汤喝了？云州哥哥，你喝了哪一碗？我喝的是初瑶那一碗，怎么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着今日云州哥哥高升，想和姐姐开个玩笑，所以才在姐姐那碗血燕里放了点东西。开玩笑，苏姑娘不妨当着诸位大人的面说说，你到底在我碗里放了什么药？就是一点化骨散，我只是听人说这药会让人拿不起重物。姐姐，我只是想让你右手溃烂，让你以后拿不了云家的账本，让我右手溃烂，再也翻不了云家的账本，彻底变成废人。夫君，你觉得这个玩笑好笑吗？初瑶，婉如年纪小，没轻没重，今天不过是闹过了头，你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你放心，你已经是我的妻子，就算这药真有什么妨碍，我也不会嫌弃你。陆夫人的位置仍是你的，谁也拿不走。好一句不嫌弃，好一句闹过了头，让我变成残废，在你口中只是点小事是吗？我已经说了，婉如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是状元夫人，为了这点事抓着不放，搅黄了我们的喜事儿，就是不识大体。夫君说的对，我确实该为大局着想，所以我才更该提醒夫君，刚才喝了那碗毒药的人不是我，是夫君你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是你。啊！我的手好痛！夫君刚才不是说不必小题大做吗？怎么现在倒急成这样了？啊！我的手痛死我了！状元郎这是怎么了？汤里有毒，快叫大夫！这是西域极毒的化骨散啊！这毒气已经入骨，右手筋脉全断了。说什么？我可是新科状元，治好我用最好的药。少爷，就算是华佗在世，这手也保不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化骨散，我明明是下在姐姐那一碗里的。苏姑娘，你终于承认了，原来这碗赔罪汤里加的是毁人筋骨的剧毒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云州哥哥，是他。是云初瑶早知道汤里有毒，故意换给你喝的。初瑶，你既然知道有毒，为何不阻止？为何还要换给我喝？夫君这话真是稀奇，汤是你的红颜知己端来的，换碗盏的提议是你满口答应的。我若是不换，现在变成废人的就是我了。婉妮出身乡野，心思单纯，她不过是小女儿家争风吃醋，一时糊涂想开个玩笑吓吓你罢了。你身为当家主母，为何如此恶毒，竟眼睁睁看着亲夫喝下毒药？开个玩笑，陆云舟。这毒若是发作在我的右手上，我将再也拿不起云家的账本，一辈子被困在你这后宅里，任由你们拿捏。这玩笑好笑吗？你大盖儿，云舟，这是哪个下千刀的害了你啊？老夫人，是姐姐，她明知道有毒，还故意换碗，毁了云舟哥哥的前程啊！云初瑶，我儿子是皇上钦点的新科状元，你居然敢害他！陆老夫人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这个外室下的毒。我不管是谁下的毒，喝下去的是我儿子。云初瑶，你们云家富甲天下，你现在立刻拿钱去请宫里的太医，必须把我儿子的手治好。初瑶，只要你肯动用云家的财力治好我的手，今日这事我可以不计较，状元夫人的名头依然是你的。等你治好了我，我自会给你个体面。多可笑啊！在他们眼里，我云初瑶就是个没有脾气的提款机，被外室下毒是我活该，掏空家产救渣男是我本分，不计较，给我体面。陆云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？你这状元的功名是你自己考的，但你这铺路搭桥上下打理的银子全是我云家出的。我云家能把你捧上投胎，就能把你摔进泥潭。你放肆！云家的钱就是陆家的钱，拿钱救夫是天经地义。你若敢见死不救，我就去顺天府告你不守妇道。去告吧，正好让顺天府尹查查，一个外室毒害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？是流放
还是侥幸？袁初瑶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？做绝的从来都是你们陆家。来人，12掌柜何在？大小姐。这不是京城通汇钱庄的李大掌柜吗？还有江南布业的王掌柜，这12人可是掌管着大玄朝3成钱粮的活财神啊！云家竟然把他们全叫到了状元府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袁初瑶，今日是我的庆功宴，你把这些满身铜臭的商贾叫来，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夫君刚才不是说让我动用云家的财力去救你的手吗？我不把掌柜们叫来，拿什么给你付这天价的药费？你明白大局就好，只要你治好我，日后我入阁拜相，绝不会亏待。闭嘴！我叫他们来，不是来给你付钱的，而是来跟你算账的。算什么账？大掌柜，报账！是。大玄历16年，陆云州结交权贵，举办诗会，在醉仙楼等处的所有开销，皆由云氏酒楼凭账，共计3万5千两。大玄历17年至19年，陆云州上下打点，并为外室苏婉如购置金银头面蜀锦绸缎，甚至连今日这状元府的布置，全由云家库房出账。5年间，陆云州共从云家支取白银整整30万两，每一笔皆有云州本人的私章画押为证。30万两！就算是朝中一品大员，10辈子也贪不到这么多钱啊！这陆云州平日里装的清高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。最无耻的是，他竟然花着未婚妻的钱给外室买金银首饰，然后让外室给正妻下毒，斯文败类，简直是我辈读书人的耻辱！你们住口！我与他有婚约在身，这30万两是云家自愿资助我的，夫妻一体，他的钱就是我的钱。你现在当众翻旧账，简直不可理喻！夫妻一体，陆云州。我云家资助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读书人，不是一个纵容外室下毒害人的白眼狼。云初瑶，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拿捏我儿子。我儿子是皇上钦点的新科状元，等他将来飞黄腾达，想要什么样的名门闺秀没有？你现在要是敢闹，信不信云州明天就休了你？休了我？不用他休，今日是我云初瑶，不要他了。袁初瑶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！不，那可是30万两的凭证啊！初瑶，你烧了借条，是不是意味着那30万两你不要了？我就知道你还是舍不得逼死我。舍不得逼死你，陆云州，我烧了契约，不是因为大度，而是要告诉在座的诸位，这30万两就当是我云初瑶打了水枭，买了个教训。从此以后，我云初瑶与你陆家恩断义绝，这门婚事今日作废，你我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你敢退婚？我是当朝状元，你凭什么退我的婚？大掌柜听令，在传家主令，从即刻起，云氏旗下全国300家商号钱庄，多不与陆家的一切生意往来。云氏钱庄所有挂在陆云州名下的信用担保，即刻撤回。名下所有垫付的宅院、铺面，明日天亮之前全部收回。坏了，状元郎前天还在我酒楼记了5000两的账，说是云家兜底，他还欠我古董行1万两啊！云初瑶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呀！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别走！逼死你们！陆云州没了我的钱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废了手的新科状元能在这京城里风光几日。大清早的，怎么就吃这些清汤寡水？我每日早晨必吃的金丝血燕呢？老夫人，真不是小的偷懒。今早小的一去街上，云氏米铺的掌柜直接把我们赶了出来。那掌柜说，云大小姐发了话，云家名下所有商铺绝不卖给陆家1粒米1根菜。反了他了，他不卖，京城那么多商铺，咱们换一家买就是了。哼，难道离了云初瑶，咱们状元府还要饿死不成？老夫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京城最大的米行、菜市、肉铺背后全都有云氏商会的干股。云大小姐放了话，谁敢做咱们陆家的生意，就是跟江南云家作对。现在根本没人敢卖东西给咱们。一派胡言！云初瑶不过是个浑身铜臭的商贾之女，难道还能一手遮天？把库房里那尊前朝的和田玉佛拿去当了，换些现银回来。我就不信，哼，有钱还买不到东西。少爷没用的，今早小的已经试着拿了几样首饰去当铺，可京城所有的当铺钱庄一看到是我们陆家的人，连门都不让进。为什么不收？
他们说云大小姐撤了咱们的信用担保，陆家的东西来路不明，怕得罪云家，一概不收啊。云州哥哥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宛如饿一顿没关系，可你昨晚受了重伤，如今正是需要大补的时候，怎么能吃这些粗鄙之物？闭嘴！若不是这个蠢女人昨晚非要端那碗毒汤，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？失去了云家的财力支持，我这状元郎的头衔在柴米油盐面前竟然如此苍白无力。这5年来，我早就忘了没钱的日子是什么滋味。开门！陆云州，赶紧还钱！堂堂新科状元，难不成要赖账吗？快开门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此乃朝廷御赐状元府，我乃天子门生，你们这些市井商贾竟敢擅闯官邸！状元郎，好大的官威呀！既然是官老爷，那就先把欠我们的账清了吧。半个月前，你在我聚宝斋拿了一方极品端砚和2幅古画，作价5000两。当时你说记在云家的账上，可昨晚云大小姐当众宣布撤销你陆家一切担保，这笔账你打算什么时候结？还有我们醉仙楼，你这大半年请同僚吃喝，甚至连给这位外室摆宴的钱，一共是3000两，赶紧掏钱！还有我们锦绣阁做状元吉服和女眷衣裳的1200两。放肆！我儿子可是皇上钦点的新科状元，即将入翰林院做官的，难道还能欠你们这点银子不成？等我儿发了俸禄，自然会还你们。老夫人，你是在逗我们玩吗？一个翰林院的编修，一年俸禄不过几十两银子，你们陆家现在欠外面的账加起来足足有5、6万两，你儿子就算做100年的官也还不清。哼！再说了，整个京城都传遍了，状元郎右手废了，连笔都握不住，一个废人连官帽保不保得住都不一定，拿什么还钱？你们放肆！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今天见不到现银，我们就自己搬。弟兄们，给我搬！凡是值钱的，通通带走抵债。是。哎呦，不能搬啊！那可是黄花梨的太师遗手，那是我最喜欢的珐琅花瓶。我的金钗，那是云州哥哥送我的。呸！用我们店里的钱买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陆云州，这些东西加起来顶多抵个1、2万两，剩下的账限你3天之内凑齐，否则咱们顺天府大堂见。天杀的，他这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美啊！云州，你可是状元啊，你快想想办法！你以为断了我的钱粮，就能将我踩在脚下吗？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是天子门生，你不过是一介商贾，自古民不与官斗，去给我备车！我要去顺天府，我要去封了他云家的铺子，我要告他云初瑶藐视朝廷命官！站住！你怀里藏的什么？没什么，拿来吧你！好啊，陆家都快搬空了，你居然还敢私藏银两？说是不是背着我儿子偷存的？那是云州哥哥以前赏我的提点，以前是我保命的。滚开！是陆家的喝陆家的，现在陆家落难，你就想独吞这笔钱？做梦！我的肚子，你不能动我！我怀了云州哥哥的骨肉，这是陆家的长孙。婉如，你说什么？你有身孕了？云州哥哥已经2个月了，我本来想等风光进门再告诉你的。好，前不久我陆家，你安心养胎，我今日定要让云初瑶那商女低头认错，把咱们失去的家产全拿回来。闲杂人等退避！这不是状元郎吗？不知带人堵我钱庄大门有何贵干？少废话！云氏钱庄欺行霸市，藐视朝廷命官，给我查封！我看谁敢封！云初瑶，你不过是一介商贾，见了朝廷命官为何不拜？你信不信我立刻将你所拿入狱？朝廷命官陆云州，你一个翰林院7品编检，无权无势，连个正经衙门都没进过，谁敢越你的带袍，带顺天府的衙役来封我的铺子？我是天子门生，你一介民女断我口粮，搬空我府邸，这就是藐视朝廷。民女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皇上御赐的大选第1皇上金牌，供应着西北大军的3成粮草和宫里的布匹。这间钱庄更是户部特许的官银周转之所。你一个废了手的7品闲官，敢封户部的场子，敢断西北大军的粮草，你是不是想被抄家问斩？状元郎，这差事咱们办不了啊！您另请高明吧。陆云州，你这官是用我云家的银子买来的体面，现在没了我云家，你这官连个纸糊的老虎都不如。云初瑶，你别太得意，婉如已经怀了我的骨肉，我陆家有号了。就算你再有钱，你也只是个被人退婚的弃妇。哦，坏事有孕，那我就提前恭喜状元郎了，只盼这孩子能熬得过你陆家接下来的讨债日子。送客。以后陆家的人再敢靠近，直接报官，按抢劫吞官银论处。
诸位看看，这就是所谓的皇商，满身铜臭，嚣张跋扈。我陆云浩乃是堂堂天子门生，新科状元。他云初瑶仗着家财万贯，不仅毁我右手，断我仕途，如今更是连我的口粮都要断绝。商人重利轻义，难道我大玄朝的读书人就要被这等商贾借业肆意压迫吗？简直有辱斯文！商贾怎敢欺压状元？对，咱们去顺天府告状，告这云氏钱庄扰乱京城纲纪，封了这黑心钱庄。大小姐，要不要让护员把他们打出去？不必，聚众冲击皇家特许的钱庄，不用我们动手，自然有人收拾他。是锦衣卫，锦衣卫办事，钱大人等退避。萧大人，下官翰林院编修陆云舟正在此地处理一些私事。滚开！大人，我是新科状元。哎呦，锦衣卫办案，你也配挡道？一个废了右手的废物，也敢在天子脚下煽动闹事？你想进诏狱尝尝剥皮的滋味吗？民女云初瑶见过萧大人，大人替我云家清理了门前的苍蝇，初瑶感激不尽。云大小姐好手段，不过本座今日来可不是为了替你赶苍蝇的，进去谈。大人请。萧大人日理万机，今日带着这么多提旗亲临我云氏钱庄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云家主快人快语，那本座就直说了。江南盐税出了个大窟窿，朝中有人贪没了数百万两官银，本座需要查清这笔钱的流向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地下的暗桩太多，护卫队的刀杀得了人，却理不清那些错综复杂的商脉。但你云家可以。大玄朝30%的钱庄都是你云家开的，我要云家提供情报网，帮本座盯死这笔黑钱。萧大人，我云家虽是皇商，但到底只是平头百姓，帮锦衣卫干事风险太大。条件你开，只要不谋反，本座都能答应。好，我只要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萧大人的锦衣卫做我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。你想杀谁？不杀谁，但我要护云家百年基业不受任何官场算计。陆云舟虽废了右手，但他身后的利益集团不会轻易放过这块肥肉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反扑。我云家有钱，但缺权，我要萧大人做我云家最坚实的靠山。敢跟锦衣卫谈条件，还妄想把本座当刀使，云初瑶，你胆子很大。没有胆量，如何掌管江南30%财权？大人缺线索，我缺权势，这笔交易大人稳赚不赔。这块牌子收好，只要你给的情报有用，这京城之内，你想踩死谁，本座就替你按住他的脖子。多谢萧大人。对了，半个月后便是皇上亲设的琼林宴，陛下要亲自考教新科进士的书法与策论。云州的右手虽然废了，但他最近四处借高利贷，似乎在京中暗中寻访什么人。云家主，斩草要除根，可别在最后关头让这条死狗翻了。大人放心，他翻不了天。大小姐，这萧大人杀人如麻，咱们与他合作，无异于与虎谋皮啊！对付恶狼就得借用猛虎。陆云舟想借着琼林宴翻身，去查查他最近在找什么人。既然他想演戏，那咱们就在琼林宴上给他搭个最大的戏台。是。状元郎，您深夜找小人来，不知有何吩咐？你的字模仿我的笔记能有几分像？小人专门临摹过大人的停对文章，若是刻意模仿，至少能有9分像，足以以假乱真。很好。3日后便是琼林宴，皇上定会当场考教新科进士的诗词与策论。我要你扮作我的研墨书童，混入宴会。届时你替我代笔写下文章，我自会找机会将卷子偷换呈上。这可是欺君之罪啊，要杀头的！你不说我不说，谁会知道？你母亲病重没钱买药，早就快撑不下去了吧？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2500两，足够你回乡买田治田，舒舒服服过一辈子。好，小人干了嘴。去吧，这3日在家好好临摹我的字迹。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抢劫可是重罪！魏明落榜秀才，母亲患有严重的肺疭。陆云舟用高利贷借来的3000钱两，买你替他在琼林宴中代笔欺君。我说的可有半句虚言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在这京城里，没有我云家查不到的账。3000两买你9族消消乐，这笔买卖你不觉得亏吗？我当然知道欺君是诛9族的大罪，可我别无选择。这位贵人，小人也是被逼无奈。小人若不赚这笔钱，我老娘今晚就要病死了。你老娘的病，云氏名下的保和堂可以免费医治，用最好的药。另外，我云家在江南的书院正缺一位抄写典籍的教书先生，束修每月20两，足够你母亲颐养天年。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，贵人请吩咐，只要不杀头，小人赴汤蹈火。3日后的琼林宴，你照常替他代笔，只不过你写在纸上的内容得由我来。好，小人全听贵人的。大小姐料事如神，陆云舟果然狗急跳墙，想找代笔蒙混过关。
不过大小姐，咱们的人在顺着那笔高利贷往下查时，摸到了他以前在云氏钱庄的旧账，竟然挖出了一个惊天秘密。哦，什么秘密？大小姐您看，今年春闱开学前1个月，陆云州找打点考官为由，从钱庄秘密吃取了5万两现银，但这笔钱并没有用来交际，而是分作5笔，秘密汇入了一家私人钱庄。这家商后背后的东家是谁？是当朝礼部侍郎，也就是今年春闱的主考官赵大人的小舅子。咱们顺藤摸瓜，买通了这家商后的账房，证实这5万两正是陆云昭用来买春闱考题的买路钱。好一个天子门生，好一个新科状元！原来这锦绣文章是用我云家的5万两白银买来的。前世他怕云家查账发现黑钱熊象，所以才痛下杀手，将云家连根拔起。大小姐，这可是致命的把柄啊！咱们只要把这账册往顺天府一交，陆云思立刻就会被打入死牢。不能交给顺天府。那交给锦衣卫？要打就要在最风光、最万众瞩目的地方，将他引以为傲的状元皮挠扒得一干二净。3日后的琼林宴，百官齐聚，皇上亲临，我要让他在全天下面前摔得粉身碎骨。只要琼林宴出代笔成功，皇上一定会将我正式编入翰林院核心。到那时有了实权，区一个云家还不是任我揉捏？云州哥哥，婉如，你怎么还没睡？这府几日连口燕窝都没有，这安胎药苦得难以下咽。云州哥哥，咱们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放心吧，最多再忍3日。3日后的琼林宴，只要我顺利过关，便能正式掌权。到那时，我定要查封云氏钱庄，将云初瑶那个贱人抓进大牢，让他跪在你面前磕头认错。那云家的家产，自然全是我们的。到时候你就是风风光光的状元夫人，我们陆家的长孙生下来就是享受荣华富贵的命。这要怎么如此辛苦？苏姑娘，您就将就些吧。自从云大小姐下了封杀令，京城大大小小的药铺根本不卖药给咱们。这几副安胎药还是奴婢去城南的暗巷里，从一个游方郎之手里花高价买来的次等药材。次等药材，这可是云州哥哥唯一的骨肉，陆家的长孙，若是吃坏了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府里连买米的钱都没了，老夫人连发灾都当了，哪还有钱买好药？还敢顶嘴！我的肚子好痛！血，苏姑娘流血了！来人啊，老夫人，苏姑娘见红了！快去请大夫，不管花多少钱，必须保住我陆家的长孙！老夫人，这哪里是安胎药啊？这药渣里混了大量的劣质红花，这服下去肯定会有问题的。什么？这位姑娘失血过多，保不住了。更糟的是，那劣质红花伤了姑娘的根本，这辈子恐怕是再难有了。再难有？你胡说！你这个庸医，我怎么可能？你救救我！我陆家的金孙没了！你这个没用的丧门星，吃个药都不会吃！我陆家供你吃供你喝，全指望你的肚子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老夫人，不是我的错，是那药，是云初瑶，肯定是云初瑶故意断了我们的好药，逼我喝这种下三滥的药材。他是故意的。云州哥哥呢？我要见云州哥哥！吵什么？云州哥哥，大夫说我以后再也不能有了。云州哥哥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没了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，你还有脸哭？云州哥哥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也是你的骨肉啊！闭嘴！明日就是琼林宴，皇上要亲自考量新科进士。我如今右手伤成这样，满脑子都是如何在御前保住官位，保住我这颗项上人头。你现在拿这点后宅的晦气事来烦我，这是晦气事，我是为了你才落到这步田地的。你曾经答应过我，只要我生下儿子，就让我做嫔妻，让我享受富贵的。那是因为你有儿子，你现在就是个生不出孩子的废人，对陆家还有什么用？难道要我为了一个不能生养的乡野村妇去跟云初瑶硬碰硬吗？母亲，明日对我至关重要，后院的事你看着办，别让他再耗丧影响我文书。哼，听见没？你现在对我们陆家半点用处都没有了，把他身上那些绫罗绸缎全给我扒下来当了换钱，府里不养闲人。老夫人，你要赶我走？赶你走？你想得美！你之前吃穿用度花了陆家那么多银子，现在孩子没了，你就得拿命来还。从今天起，你搬去下人房，府里所有的衣服、公桶全交给你洗，洗不完不许吃饭。陆云舟，你利用完我，
就想把我当破鞋一样扔掉去搏你的前程。我就算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。明日就是琼林宴了，我必须先下手为强，在琼林宴上一击致命。人找好了吗？少爷放心，花重金请了京城里轻功最好的飞贼燕子李，只要钱到位，没有他偷不出来的东西。云家富甲天下，皇上早有记得。你让燕子李潜入云府书房，把云初瑶平时从不离身的核心账本偷出来，顺便把这封通敌叛国的密信夹在账本里。少爷，您这是要……我要告他云初瑶暗通敌国，资助北莽。只要我在琼林宴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把这夹着叛国密信的账本呈交圣上，皇上龙颜大怒，云家满门抄斩。到时候云家的家产，谁还能跟我们争？少爷高明，小人这就去办。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大小姐，他把账本偷走了。密信加进去了吗？加进去了。这贼人动作很快，根本没翻看账本里的内容。陆云舟真是异想天开，竟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伪造我云家通敌的罪证。他已经被逼到了绝路，自然是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。不过，他若是打开那本账册仔细看看，恐怕会被直接吓死。那一本账册的头几页确实是我云家平日的流水，但从第5页开始，全是他陆云章这几年来贪墨放印子钱行贿官员的铁证。尤其是他花5万两买春园考题的流水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印章盖了吗？盖了，用的正是他以前抵押在咱们钱庄里的私章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。很好，陆云舟以为偷走的是我云家的催命符，殊不知他亲手抱走的是他自己的死亡账册。明日琼林宴，我倒要看看他把这本账册呈给皇上时，会是怎样一副精彩的表情。云初瑶，来人，更衣。大小姐，马车备好了，走吧。今日去收网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！众卿平身。宣江南云氏家主云初瑶觐见。一个浑身铜铸的商贾，凭什么能堂而皇之的走入太和殿，与百官同列？凭什么比我这个状元还要风光？草民云初瑶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云氏一族为我大玄西北大军筹措粮草，劳苦功刚，今日赐座。谢主隆恩。笑吧，云初瑶，你尽情的笑吧。等会我把账本呈上去，我看你怎么哭着求饶。皇上今日真是破了天荒，竟让一个商贾之女与我等同列。慎言，没听皇上刚才说吗？云家供应了西北大军3成的粮草，户部的国库空虚，大半还得靠云氏钱庄周转。这等财神爷，皇上赐座那是恩典。区一个奸商，竟也敢在太和殿上出风头。云初瑶，你也就只能嚣张这最后半个时辰了。魏明，少爷有何吩咐？等会儿皇上若考考文章，我便称右手受了烫伤，不便握笔，由你代笔。笔记必须模仿的天衣无缝，若出了半点岔子，我诛你9族。少爷放心，小人明白。哼，陆云舟，你的评测策论正看了，尤其是那篇治水策，文辞老练，鞭辟入里，不愧是我大玄朝的新科状元。臣陆云舟谢主隆恩，臣必肝脑涂地，报下皇恩。好一个肝脑涂地！朕今日高兴，太和殿偏殿的牌匾正好空着，朕命你即兴赋诗一首，亲自题写匾额。来人，赐笔墨。状元郎，请吧。微臣有罪。何罪之有？回皇上，微臣昨夜在府上温书，不慎打翻了烛台，右手被滚烫的灯油严重烫伤，实在无法握笔。微臣辜负了皇上的厚望，罪该万死。但微臣腹中已有诗篇，不敢有违圣命，由微臣口中的书童魏本代为持笔。罢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即使烫伤，朕也不勉强代笔吧。臣谢主隆恩。只要过了这一关，我就立刻掏出账册，给云初瑶致命一击。且慢，云家主有何指教？皇上恕罪，民女只是觉得这代笔题似乎有些不妥。属水泥界商女，凭什么在此大放厥言？我右手受伤无法握笔，
这和书童拜谢有何不可？皇上，陆大人说他的右手是被灯油烫伤，无法握笔。可民女怎么听说陆大人这手伤的可不是一般的重？哦，云家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位新科状元犯了欺君之罪。你血口喷人！皇上面前，你竟敢污蔑朝廷命官！污蔑！陆云舟，你敢不敢当着皇上和文武百官的面，把你那只被灯油烫伤的右手从袖子里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？我的伤口包扎着，且服了药，面目丑陋，岂能御前失礼，冲撞了圣驾？不敢拿出来。皇上，陆云舟的右手根本不是什么烫伤，分明是中了重西域陀皮肉化骨散，经脉经彻底废了，这辈不可能再拿笔写字。什么？陆云舟，云初瑶所言可是真的？不，皇上，他胡说，微臣只是烫伤啊！若是状元元郎自己不方便动手，本座可以让锦衣卫帮你把袖子撕开。不，修大人，不劳烦锦衣卫。皇上，微臣真的是烫伤，只是伤口发脓，实在有凹诸感，微臣不敢惊扰圣驾呀。萧环，臣在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乃天子门生。陆云舟，这就是你说的不慎打翻灯油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微臣欺瞒皇上是迫不得已啊！敢在预言撒弥天大火，本座倒想听听是谁逼着你欺君的。是他。是这个毒妇！皇上，微臣的确不是烫伤，微臣是中了剧毒，但下毒的人正是微臣的未婚妻云初瑶。他嫉妒微臣高中状元，不甘心受妇道约束，更因为微臣纳了一方妾室而心生怨恨，所以他才在微臣的显示里下了西域剧毒化骨散，要毁微臣的前程。微臣是为了维护家丑，不忍未婚妻受千刀万剐之刑，这才向皇上撒谎说是烫伤啊！求皇上明鉴。我下毒害你，陆云舟。死到临头，你还敢在御前信口雌黄？皇上明鉴，这是状元府府医以及陆府管家的画押供状。在日前的庆功宴上，下毒的人根本不是民女，而是陆大人的青梅竹马，那位被他养在外面的外室苏婉容。他为了谋夺正妻之位，在亲手熬制的血燕羹里下了化骨散，端到了民女的面前。既然毒是下给你的，为何中毒的却是他？因为陆大人为了向同僚展示夫妻恩爱，非要与民女互换碗盏，寓意长久。民女不过是顺水推舟成全了他，谁知他却亲口喝下了他那好外学熬的夺命毒汤。荒唐，简直荒唐之极！外室给正妻下毒，他自己误喝了，竟然还敢跑到御前说是被正妻毒害，这等品行败坏、满嘴谎言之人，如何配做我大玄朝的状元？不是这样的，他在说谎。我说谎？那卖化骨散给苏婉如的黑市药铺掌柜，此刻就被锦衣卫扣押在宫门外。皇上只需传唤一问，便知真假。来人，将这欺君罔上、品行败坏的狂徒给朕押下大牢！等等，皇上，微臣手废是真，欺瞒皇上也是真，但微臣对大玄朝忠心耿耿啊！微臣今日就算粉身碎骨，也要揭发江南云家的一桩滔天死罪。来了，这个蠢货终于亲手把自己的催命符掏出来。你要揭发云家什么？皇上，云初瑶仗着皇上身份，暗中勾结北莽倒卖军粮。这本是云家的核心账册，里面不仅记录了云家通敌的流水，更夹着一封云初瑶与北莽大将往来的密信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云家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请皇上立刻下令诛云家9族。呈上来。云初瑶，你死到临头了！倒卖军粮，通敌叛国，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，揭穿你这个乱臣贼子！皇上，那就是通敌密信！荒谬！这禁止用的是京城西街才有的诚信堂纸，信末的北莽军印竟然还盖反了！如此拙劣的伪造手段，也敢拿到御前糊弄朕？怎么会？那是华仲勋请人伪造的，竟然被一眼看穿了！皇上，密信或许有诈，但这账册绝无虚假，这是云家极其机密的核心流水，里面一定记录了他贪赃枉法、私通外敌的罪证。求皇上细看账目。好，朕就细看。好得很，真是一本好账，真是我大玄朝的好状元。云初瑶罪大恶极，理应重罚。该重罚的是你，陆云舟，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，这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？
大玄历19年2月初3，春闱前夕，陆云舟从钱庄秘密招取现银5万两。2月初5，现银分作5法，汇入城南聚通钱庄。注：此款经转移处理，由礼部侍郎赵大人内地亲自签收，实为科考买题之用。落款印章：陆云舟私章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明明是云家的账本，怎么会变成我的？这当然是你的账本，陆大人。你昨夜花重金雇佣飞贼潜入我云府书房，想要偷走我的账本，伪造通敌罪证。难道你就不想想，我云家这等防备森严之地，怎么会轻易让一个飞贼得手？你早就知道，你是故意让他偷走的。不错，你以为你偷走的是我云家的催命符，殊不知你亲手报到御前的是你自己科考舞弊的铁证。什么？科考舞弊？皇上，微臣冤枉啊！微臣绝没有泄露春文考题。冤枉？赵大人，你的小舅子昨夜就已被锦衣卫请去喝茶了，他熬不过半个时辰就全招了。你将策论的题目藏在香囊里带出考场，他负责找买家，5万两白银，你们28分账。这口供上的红手印还热乎着呢。你一个连笔都握不住的废物，花5万两白银买来新科状元的头衔，朕竟然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夸赞你。你把朕当成了什么？把大玄朝的科举当成了什么？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饶命！科考舞弊，欺君罔上，意图诬陷皇商，哪一条都不能轻饶。来人，褫夺陆云舟新科状元之名，拔去他的官服，抄没陆府所有家产，将陆云舟打入大牢，流放极寒之地，终生苦役，永不录用。礼部侍郎赵明贪墨受贿，泄露考题，革职查办，交由3法司严审，绝不姑息。是。不，我不要流放，我是状元，我是状元。前世他夺我家产，毁我容貌，将我困死在后宅。今生我亲手撕碎了他的伪装，将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笔血债终于清算了。作死啊！谁敢踹我状元府的大门？圣旨下，原翰林院编修陆云收科考舞弊，欺君罔上，即刻褫夺功名，抄没家产，流放极寒之地。给我抄！闲杂人等即刻驱逐。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这是状元府，我儿子是皇上钦点的状元。你们这些瞎了眼的，敢来抄我的家，等我儿子回来，要你们好看！哼！老太太，你的梦该醒了。你儿子花5万两白银买考题的事，在太和殿上已经大白于天下。他现在不是什么状元，而是被打入死牢的阶下囚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儿子是文曲星下凡，他怎么会舞弊？抄没家产，流放极寒之地。流放？他被流放了？我投的是什么？可现在全完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全赶出去，贴封条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那个舞弊被抓的假状元家。活该！花钱买官，还宠妾灭妻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自从你进了门，我们陆家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，是你克了我儿子的前程。我克他？你儿子本就是个草包，连文章都是买来的，算哪门子的真才实学？我为了他连身子都毁了，以后再也不能生育。你们陆家榨干了我的价值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贱妇，还敢顶嘴！大小姐，陆府已经被查封了，陆云舟明日一早便要押解上路，流放3000里。知道了。初瑶，你救救我们！千错万错都是云舟的错，可你们毕竟有过婚约。你家财万贯，你拿钱去打点打点，把云舟救出来好不好？只要你肯救他，我让他八抬大轿把你迎进门做正妻。不，我让他把这个外室赶走，只守着你一个人过。陆老夫人，你似乎弄错了一件事。我云家是正经的皇商，从不与舞弊的罪产有任何牵连。至于你们陆家的大轿，我云初瑶嫌脏。走吧，账算清了，回江南。是。如
果当初我没有利欲熏心，没有去招惹云初瑶，快走！磨蹭什么？流放3000里，这会才走几步？我的儿啊！走远点！重犯流放，严禁家属靠近。婉如，你身上肯定还藏了值钱的物件，快拿出来打点一下解差。云州手上的伤还没好，怎么走到那极寒的苦寒之地呀？老夫人，您别做梦了。陆家已经被查拆得干干净净，我连件御寒的厚袄子都没带出来，哪还有什么首饰？你这个没良心的贱蹄子！要不是因为你下毒，云州怎么会落到这步情地？现在陆家难了，你就不管了？是我不管吗？我为了他，连生育的能力都没了。他当初许诺我荣华富贵，诏命夫人，可现在呢？他是个废人，是个流放的重犯。难不成你要我一个弱女子陪你们去边疆吃一辈子苦，最后冻死在雪地里吗？婉如，你要走？云州哥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就此别过吧。我得去寻我自己的活路了。你站住！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啊！如果当初我没有贪心不足，没有纵容外室，我现在还是那个受人敬仰的状元郎，是江南首富的夫君，有着锦绣前程和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初瑶，初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再看我一眼，帮帮我。你我之间因果已结，恩怨两清，这极寒之地的漫漫长路，你便自己慢慢走吧。启程！云家主大仇得报，当真不再多看一眼他的惨状？不过是路边的一块烂泥，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。这是江南盐政和漕运的几处暗线网，算是我送给锦衣卫的见面礼。朝堂上的贪官归大人管，商场上的烂账归我云家管。云家主果然爽快。这京城的风浪平了，回江南的这条路，本座亲自护你周全。多谢萧大人，合作愉快。